景耀48年春，裴度为我当众拒绝明珠郡主的示爱。原本高中状元的他，一朝青云路断，降职贬官，再到流放。西北的风如刀刺骨，皮肤被冻得皲裂流血。他花光所有银钱为我买来脂膏，细细涂抹，岭南的瘴气惊得头痛欲裂。他便彻夜拥我入怀，用温热的掌心轻轻拍打后背，哄我入睡。那10年太苦了，苦到纵使千帆过尽也不愿回望。直到裴度救下了当时还是太子的陛下，我们才重新回到京城。太子登基后，裴家一举成为朝中新贵，只可惜有些人只能共苦，却不能同甘。又或许是2个人相爱的代价太大，大到不顾一切的冲动冷却之后，只剩下无尽的沉默。唉，夫人早些年腹部遭马蹄踩踏，本就难以受孕，又在苦寒之地待了10年，伤了根本。就算这几年悉心调理，恐怕也很难怀孕呢。你去哪儿？大夫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会继续找别的大夫。哦，今晚怕小奥回来很晚，你自己早点休息，不用等我。这真的是药吗？好臭啊！唉，李大夫说了，这药能调理你的身子。那你跟我一起喝。好，我陪你喝。夫人，你没事吧？把药端过来吧。可是李大夫刚刚说，端过来。以前怎么没觉得这药真苦啊？哎，你们说啊，咱们大人有才华，长得好看，还生得陛下重用，就是这么些年一直都没有个孩子，真是可惜了。咱们大人什么都好，就是太痴情，这么多年身边都只有他一个人，偏偏他吃了那么多药，就是生不了，这不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我要是他呀，我早就没脸自请下堂了。放肆！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只要他裴度一天没将我休妻，我就还是这裴府主女。裴府没有奴才议论主子的规矩，发卖了吧。三更惊梦，烛影错落，何日归？何日归？撞上去！我让你撞上去！我沈明珠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大夫，他怎么样了？唉，性命倒是保住了，就是什么？这位姑娘的腹部遭马蹄踩踏，伤了根本，恐怕这以后很难怀孕了。念希，不管我们以后有没有孩子，我裴度都会只爱你一个人。何日归？难得少年是夫妻，幼年时我与夫君是2家交好的青梅竹马。少年时他双亲早逝，母亲将他接到家中，我们一同长大。他高中进士，却不惜为我得罪权贵，满腹才华却壮志难酬。我们陪伴着彼此度过了生命中最为艰难的10年，直到京城第一圣手正式宣判我无法生育后的第2天，我的夫君从外面带回了一名女子，而那名女子正是当年害他被流放，害我永远都做不了母亲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她怀了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的？半年前，燕王府被抄家，她无家可归，我见她可怜。你可怜她？我算什么？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可我现在只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哪怕无名无分，求姐姐成。你在做什么？黑狼，你别这样，姐姐不是故意的。当年的事是他不对，但孩子是无辜的。想要他生下这个孩子，除非我死。回头看繁
花拥拥，烟火纷纷照明月，落在他眼角最温柔一瞥，不再问我喜和美丽的云雀。难道你生不出孩子？全天下的女人就都该生不出孩子吗？裴度，不能他打我！是你逼我的，不管你接不接受，她都已经怀了我的孩子。若是再有下次，休怪我无情。绕城街，还与他看满天星月。念希，念希，你来做什么？我有话要对你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知道？那你这是答应了？你太好了！念希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念希答应我了。这里是江南老宅，我不是在京城吗？怎么会在这里？这是10年前裴度在江南老宅向我表明心意的场景，难道我在做梦？喂，你不是要反悔吧？你刚刚明明答应我了。裴度，啊，你听着，裴度，我是10年后的温念希，不要和我表白，不要娶我，离开我！不是，你说什么呀？裴度，你傻站在树后面做什么？啊，你这是做什么？不是做梦。我真的回到了10年前，还见到了10年前的裴度。你看这枝桃花，像不像10年前你在江南老宅中为我折下的那枝？他不会跟你抢夫人的位置，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对外就说是你的。为什么是他？为什么那个人偏偏是他？之前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是他害你流放时，也是他故意纵马行凶，让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再有自己的孩子。而你如今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过去，就只是因为他怀了你的孩子。可如果不是他，如今我也会有我的孩子。他害我生不出孩子，凭什么他却可以？裴度，你告诉我，我要怎么过去？我又凭什么过去？那你要我怎么办？你生不出孩子，他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给你赎罪，对外这个孩子的母亲只会是你，这难道还不够吗？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裴家绝后？背叛我和我的仇人在一起，还要让他的孩子还我母亲。裴度，你是可怜我还是要诛我的心啊？裴度，我为什么生不出孩子？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温念希，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与他为敌，也就不会有那件事儿，不是吗？总之不管如何，首辅夫人的位置依旧是你的。难道他真的是10年后的温念希？可是为什么他不让我和他在一起？10年后的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漂亮的发簪，是送给我的吗？裴度，我放过你，你也放过我吧。不是给我的，难道你要送给别人？我温念希，你放开我！我喜欢的人只有你。那个发簪，那根发簪本来就是你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我做了个梦，梦见10年后的你。10年后的我？那10年后的我跟你说什么了？你说让我不要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或许10年后的我们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想的幸福。我怕你怪我。哎呀，只是一个梦而已。那给我吧。什么？发簪啊，不是说本来就是我的吗？
簪子我不是已经还给他了吗？为什么又出现了？簪子重新出现，也就是说10年前的我们还是在一起了。难道一切都是注定的？纵然能回到过去，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吗？你终于出现了。上次我还来不及问你，你就忽然消失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还是和10年前的我在一起呢？我不想和你分开。为什么？我已经跟你说了，让你离开我，我们不会幸福的。10年后的我们在一起了吗？那是你不爱我了。你不爱我了，所以不让我和你在一起。不，是你变心。是你变心了。不可能！你说谎，你在骗我！是，明明现在这么爱我的10年后的这双眼，怎么可以变得如此冰呢？不仅变心，还爱上了与我有着剥皮削骨之痛的仇人。那个女人害我永远都当不了母亲，可你有了你的孩子。你是你是10年后的我对吗？为什么你的眼睛如此悲伤？10年后的我很不快乐吗？对啊，所以答应我不要和他在一起。可是裴度，为什么你明知10年后会发生的事，你还是不肯放过我？乳娘呢？提前请好了吗？婴儿床的被褥要用最好的天蚕丝被，还有这些小玩意儿。这个波浪鼓怎么还有木刺儿啊？统统拿下去换掉。你怎么来了？我有事要和你谈。我已经对外宣布，你已经怀有身孕了，是明珠请来的神医治好了你的病。你如今和明珠冰释前嫌，结为姐妹，还特意将她接入府中陪你待产。裴度，你如今怎么会变得如此卑鄙无耻？是我认识的10年前那个裴度吗？够了，温念熙，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别不识好歹。裴度，我们和离吧。和离？哼，温念熙，别忘了这10年是谁在风风光光、好吃好喝的养着你。离了我，你打算怎么养活自己？说句难听的话，除了我，谁还会要你？原来这世上的夫妻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10年前，那个为了我被流放又无怨无悔的裴度，或许已经死在了离开塞外前那一晚的北风中。姐姐，等孩子生出来后，你就是他的母亲，与我做一辈子的姐妹，一起抚养他长大，如何？裴度，你不愿意与我和离，到底是念在往事情分，还是你怕单抛弃糟糠之妻的骂名，损了你的官声清名？你就不怕我敲响登闻鼓，告诉全天下人，你裴度是怎样忘恩负义，又是怎样不爱到和害自己妻子不育的仇人苟合，还宽厚的把他接进府，让他给自己生孩子。念熙，别不知好歹！哎呀，地上凉，对身体不好，快起来！我身体为什么不好？你就不知道吗？明珠，裴郎，我好痛！孩子，我们的孩子！叫大夫，快去请大夫！孩子没事，我不与你追究，但他身子一日未痊愈，你便要子跪上一日。这外面雪下的这么大，快去给姐姐送个披风。夫人，我家郡主说，她这身子呀，怕是得养上好几日才能好，特意让奴婢给您拿件披风。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说什么？儿子踢我了。万一是女儿呢？脚劲儿这么大，肯定是儿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不要去，你会消失的。怎么有男人的声音？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怎么了？扶夫人回去。那天我看到的人真的是10年后的我。他跟你说什么了？为什么他不让我们在一起？你就告诉我，10年后我们在不在一起？哎呀，那你一副天塌了的样子做什么？只要我们在一起，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可是他让我离开你。为什么？他说我变了心。10年后你喜欢上了别人？怎么可能？对啊，怎么可能？我那么爱你，我怎么会喜欢上那个害你永远当不了母亲的女人？我怎么会让你在雪地里跪法？我怎么会？我为什么会啊？你说什么？我以后当不了母亲了。裴度的母亲与我母亲是手帕脚，她年幼丧父，不爱说话，被我缠着也不恼。后来月姨病逝了，母亲将她接到我家。那天母亲和她都在哭，只有我笑着拉着她的手说，以后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她不肯住房间，也不吃饭，她不吃饭，我便也不吃饭。结果饿晕了，一头栽在了她房间外的石阶上，流了很多血。我和她就像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从天地存在时便一直在一起，直到那天我见到了10年后的自己。那一刻我好像忽然懂了，为何那天匆匆一眼，10年后的那个我望向现在的我时的眼神会那么悲伤。如果你愿意当众对外宣称你与府上的小厮苟合被我捉奸在床，我便放你离开。你笑什么？我笑裴度啊裴度，为什么10年前的你要那么真心的喜欢我？是啊，我也不明白10年前的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你。刚遇见了你，我便失去了母亲，好不容易考上了功名，也因为你沦为无有，空有一身才华，却只能空耗10年，整整10年。若可以重来，我宁愿自己从未喜欢上你。我竟不知，你对我竟怨恨至此。从年少情深到两堪生厌，原来只需要10年。那天和裴度不欢而散后，我被他囚禁在院子里，每天听着院子里阿梅们讨论着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以及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听着裴度每日是如何沉浸在即将当父亲的喜悦之中，又是如何对那个曾经他恨之入骨的女人百依百顺。时间很快便来到了那个女人临盆之日。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他，不肯放过他腹中的孩子？这就叫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就连老天爷都知道你们这样的人配用孩子。混念邪，我要你给我的孩子陪葬。就算这个孩子没了，我和他还会有下一个、下一个。你想走，我便要你在这个夫人的位置上坐着；你生不出孩子，我便偏要你听着我和他的孩子换你母亲，还要看看我们真正的一家3口是如何相亲相爱。
这样对我，裴度，裴度！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和念希有好多问题要问你，你别碰我！你要问什么就问吧。你说10年后我变心了，你说的那个他是谁？凤阳郡主沈明珠。我和他怎么认识的？你不想提，那便不说。你之前说是因为他才永远当不了母亲，又是怎么回事？你当众拒绝他后，他故意纵马想要撞你媳妇，我冲过去推开了你，被马蹄踩伤腹部。他故意伤我，又仗着权势害我被左迁放逐6年，我对他应当恨之入骨，为何还会在功成名就后喜欢上他？对啊，为什么？我也想问你啊。好熟悉的话。是不是只要没有那个女人，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你想干什么？裴度，你竟然敢拒绝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凤阳郡主。就算你中了状元又如何？你的青云路不过是本郡主一句话。裴度，你会后悔的！撞上去！小心！没事吧？怎么办？你流了好多血。别怕，只是划了道口子。你说这伤口是凭空出现的，这怎么可能？此事的确离奇，凭空出现的伤口。你可是想到了些什么？没什么，好在也没什么大碍，睡吧。没有事就好，没有事就好。他肩上的伤，裴度，裴度，你可想好了？不是每一次你和他都会有今日的运气。也请郡主听好了，你若敢动温念熙半分毫毛，我裴度与你天涯海角，不死不休。错过你千里难言又词穷，笑颜未。难道我肩上凭空出现的伤是梦里发生的事情？这怎么可能？怎么不睡了？这么晚，你要去哪儿？我忽然想到有件事要处理，你先睡吧。我说了，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我只想你放过10年前的我，永远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你这话是说给谁听？10年前的我吗？你那个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是10年前的我，而你早就见过他了，对不对？哎呀，奇事奇事啊！老夫行医多年，还未见过这等奇事。夫人的身体已经痊愈，一切正常。您说的正常是？恭喜夫人，您和大人以后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了。送大夫出去。10年前的他，真的改变了我被沈明珠的马踩伤的结果。你也不必如此欣喜，如今你我已经覆水难收。你误会了，我高兴不是因为我终于能为你生孩子了，是因为我重新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更是终于挽回了当年为了你那些不值得的牺牲。裴度，10年前的你给了你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我合理，对外我也会配合你，维护你的名声。你我从此一别两宽，互不相欠。若我不可，那就鱼死网破。别忘了，至少10年前的你还是良心问你。好，成全你。你没有别的要和我说吗？你今天踏出这个门，以后再也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现在反悔。无边无国，荷花雨雪共我，刀与丝。来谢谢你吧，
10年前的裴度，我裴度对天起誓，一生一世永不相离。念希，怎么他才刚走你就舍不得了？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念希呢？念希，你现在倒是叫得亲热。他要与你和离，你也答应了他。如今他走了，裴度，你如今这般是什么意思？这里是京城，10年后的京城。温念希呢？谁？是我。还有什么事吗？念希，是我。只有10年前的他还会这般唤我了。你怎么来了这里？撞马那日我推开了你，我受了点轻伤，念希找太傅替我处理了伤口，喝完药后我便睡了，一觉醒来后就发现自己到了这里。你还好吗？10年前的你没有被马撞到，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改变了过去。现在的你，我很好，看过大夫，大夫说一切正常。那就好啊。我醒来后听说他把你赶走了，我不是赶走，我是自愿离开的。那我来接你回家，你还会跟我回去吗？我知道10年后的我伤害了你，如今我来到了我们的未来，那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我已经让人赶走了沈明珠，以后永远不会见到他。我还打算辞官，我们一起回江南老宅，就过最普通平凡的生活，永远不分开。你与我在一起10年，你如今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依靠我，除了我，谁还会要你？裴度，我们回不去了。为什么？不爱你的那个我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我心里只有你，也只会爱你。念希，你不喜欢的我都改，也要还气你，就像以前那样打我、踢我、骂我，只是不要我，好不好？你已经改变了过去，那为什么沈明珠和你之间发生的一切依旧存在？你醒了？不是要走吗？怎么发现离了裴府无法生活，后悔了？你说什么呢？难道是伤口发炎导致发烧了？这里是江南老宅。裴度，你到底怎么了？你不要吓我！啊，你是10年后的裴度。你想问我10年后是不是真的变心了，对吗？10年后我的确不爱你了。我重新去跟你熬一晚了。这是早晚都要面对的，逃避也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还是10年后的我做错了什么？你什么都没做错，或许是我们相爱的代价太大了吧。当初那些心甘情愿、不顾一切，到头来却成了恨。所以10年后的你恨我？不是恨你，是恨自己当年为什么要那么冲动，恨当初为什么要爱的那么不顾一切。既然已经知道结局，你我也可以早一点放过彼此。你要去哪儿？郡主府。裴度，你这是做什么？裴度前来求娶凤阳郡主，一生一世永不相离。你要走？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回来了，你我纠缠半生，谁也不得快活。从今以后，你我一别两宽，各自安好。你是真不喜欢他了，还是怕了？是不想重蹈覆辙了。什么意思？
意思是，既然上天注定我们早晚都会在一起，我又何必辜负天意？走吧。你说过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在一起，谁也阻止不了，哪怕是我们自己。看样子你的小青梅还没有放弃你呢。不用管，走吧。郡主说了，让你们几个好好教训教训他。不要！你要离开？什么时候走？吃完饭。对不起。念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不爱你了。照顾好自己。你也是。余生多少誓言，多少缠绵都忘却。浮华一梦残年，你的脸不敢相见，有风雨。可是念希，我爱你的我，就不应该存在。轻声道别，谢谢。你醒了。你是谁？是我救了你。这是哪里？城郊破庙。你一个女子是怎么躲过那些人的搜查的？这里头是空的。你倒是聪明，不过你为什么要救我？将军保家卫国，民女做的这些不过是举手之劳。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宫宴上见过。你是裴大人的夫人？曾经是。你今日之事，民女什么都不会往外说的。明日我便会离开京城，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将军受了伤，还是早点休息吧。你救了本将军，本将军应该报答你。本将军可以帮你打他一顿，当然也可以帮你上座餐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将军不如将此马赠给民女，让民女早日返乡足矣。往日不可追，那就是姑娘来日光明灿烂。虽把执念今月，要问君知否？只一眼相逢，心手离恨悠悠，君只身远走。叹情深不知，爱化成虚有。我家小姐怎么样了？这些人下手太狠了，这腿都骨折了，恐怕要有些时日下不了床了。阿美，送大夫出去吧。原来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哪怕是你丢了性命也要改变的事，终究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情绪。我的裴度永远都回不来。我不是死了吗？我怎么会回到这里？你要去哪里？怎么，听到你的小青梅被打得下不了床，着急了？你说什么？纠缠本郡主的人，这只是本郡主给他的一点小教训罢了。你对他做了什么？裴度，你心里果然还有他。我问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他被那些人打的时候，你不就在马车里看着吗？你这话跟我装什么深情？
你已经3天3夜没吃饭了，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死？我早就该死了，那样我就不用看着自己变成让自己厌恶的人，更不会伤害自己爱的人。你就这么爱他，爱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是10年后的你，你要信我，也只能信我，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你真的是我吗？你还是当初的那个我吗？现在的你有什么好？没有钱，没有权，自身命运不过他人手掌轻抚之间。你说的对，现在的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不想要，我只要温念熙。你沈明珠，我们成婚吧。你又耍什么花招？不管你信不信，从今日后，无论生死，我与他都不复相见。说出你的条件吧。要如何抛下人间的烦忧，叹月华如莲叶所有伤害你的人都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夫妻对拜。裴度，你是想让我在这么多宾客面前丢脸吗？你别忘了，只要我一句话，随时都可以取了他的性命。你死了，就不会有人伤害他了。你说什么？来人呐！郡主认错了！你是不是疯了？他可是郡主，是皇亲国戚，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我说过，我早就该死了，你也是。就甘愿化身春风，温柔亲吻你面容。一觉醒来后，我回到了10年前，又或许是10年前的我拥有了10年后的记忆。裴度在大婚之日杀了沈明珠后自刎，少年付出生命也要珍重的爱，让和裴度那10载夫妻就像是一场梦，恍惚到让我分不清自己被辜负的那10年是否真实存在。他以失去未来的代价改变了过去，让我拥有了新的人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切都重新开始，长街的桃花开了又谢，只是这世上再也没有了那折花的少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裴度，你什么时候娶我啊？等明年桃花开了，我就娶你。天地高阔，此生因果。马惊了，快让开！这一次还会重来吗？冰落心霜，不如夜月长。望去江河天宫楼。是他。姑娘可会骑马？将军何有此问？我总在梦里梦到一个姑娘策马离开的背影，那个人是你。此生唯得与君长相伴，最能欲言遥，缠住心事滔滔，春寒正六朝，聆听也好，如此火